你有沒有想過，一個人死後那一刻到底發生了什麼？不是靈魂飛上天堂那種老掉牙的答案，而是真正的科学的解釋。每1分鐘，全世界大約有107個人離開人世，也就是說，當你看完這一句話，可能已經有10幾個人。心電圖變成了一條直線，可是他們真的消失了嗎？這個問題困擾了人類幾千年。而就在幾十年前，一個研究黑洞的諾貝爾獎得主給出了一個足以讓所有科学家沉默的答案：死亡可能不是終點，而是回家。聽起來像宗教吧？但這個結論來自一位硬到不行的物理學家羅傑·彭羅斯。他不是靈修大師，不是玄學網紅，而是2020年拿下諾貝爾物理學獎的科學巨人。他證明了黑洞存在，卻又在生命的盡頭去研究意識。這裡是意識覺醒，記得按讚、訂閱並打開小鈴鐺，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視頻。他發現人類的靈魂可能不是虛無的，而是一種量子信息。當我們死去，那些信息不會被毀滅，而是釋放回宇宙，就像電台信號，收音機壞了，但聲音仍在空中漂浮。有人會問，聽起來像是電影劇本啊，這能算科學嗎？可別急。彭羅斯的理論有個正式的名字，協調客觀坍縮理論 OR， 這是他和亞利桑那大學麻醉學教授哈莫洛夫共同提出的。這套理論在全球科學界炸開鍋，因為它顛覆了人類對意識的理解。我們一直以為意識就是腦神經在放電，但彭羅斯說不對，那只是表面。真正的意識藏在每一個神經細胞內部的微管中，這玩意兒你可以理解成一種生物級的量子計算機，能處理思維、情感、記憶。換句話說，靈魂可能是一種量子現象。這話連哈佛醫學院的教授都皺眉頭。人腦太熱太潮，不可能維持量子狀態，這是主流科學的質疑。但彭羅斯不認輸，他舉出了一連串的實驗。2014年，一組神經科學家真的在腦內的微管中測到量子振動，這不是幻覺，而是真實的物理現象。到了2020年，又有研究指出，意識與量子糾纏之間可能存在關聯。這意味着你的思維、你的記憶、你的情感可能真的糾纏在宇宙裡。那死亡時會發生什麼？當大腦停止運作，微管失去了維持量子態的能力，可量子信息不會消失，這是物理學最基本的守恆定律，它只會被釋放。那些組成你意識的量子信息會散入宇宙。所以死亡不是斷電，而是回流。意識從身體中脫離，回到了它原本的母體宇宙本身。聽起來像科幻，但別急，還有更詭異的證據。1991年，一個叫帕姆雷諾茲的美國女子接受一種極罕見的腦動脈瘤手術，醫生必須讓她的體溫降到15.5度，抽乾體內的血液，讓大腦徹底關機。當時她的腦電圖完全平坦，按醫學定義，她已經死亡，但她的意識卻仍然在運作。手術結束後，她竟然能完整複述醫生用的器械形狀、音樂內容、醫生的玩笑。最震撼的是那些細節全都被醫療團隊證實屬實。按傳統科學，這是不可能的。一個腦電圖屏的死人怎麼可能看見這些？除非他的意識暫時脫體，以另一種形式存在。這正是彭羅斯理論的物理版證明。時間再往前推1個世紀前，美國醫生麥克·杜格爾做了個瘋狂的實驗。他在病人臨終時用高精度天平測體重，結果發現每個人死亡的那一刻，體重平均減少21克。這實驗在當時被笑翻，但彭羅斯出來後，人們開始重新看待。如果意識真是量子信息，那它釋放時確實會伴隨能量變化，而量子信息本身是有質量的。21克也許不是靈魂的重量，而是量子信息溢出的能量差。這不是神秘主義，而是科學邏輯。再想想那些瀕死體驗的故事，有多少人說自己靈魂出竅，從上方看見醫生搶救自己？有的人說看見光的隧道已是親人，還有人說生命像一部電影在眼前倒帶。以前科學家都解釋成大腦缺氧導致的幻覺，但越來越多數據指出，很多人在腦電圖零反應的情況下，依然有清晰的意識體驗。這不是幻覺，而且他們的感受，那種無條件的愛、巨大寧靜感幾乎一致。在統計學上，這種一致性概率低到接近不可能。彭羅斯的理論讓我們重新審視生命。如果意識真的是量子態，
那我們就像宇宙意識海洋中的波浪，表面看似獨立，其實都連在一起。死亡不是墜落，而是回歸，就像海浪拍上沙灘後又回到海洋。但故事還沒完，因為如果靈魂真能回歸宇宙，那我們是不是也能接收到它？這不是空想。2016年，哈佛醫學院团隊研究了近500位濒死復甦病人，有 39% 的人報告在死亡過程中有意識，而不是空白，其中 17% 的人能準確描述現場狀況。這說明意識不只存在於腦袋，它可能是一種外部場域，就像 WiFi。你的身體只是路由器，當路由器壞了，信號仍在空氣裡。如果這是真的，那死去的親人並沒有消失，他們只是換了一種方式繼續存在。他們的記憶、他們的愛、他们的意識波動，都還在這個宇宙的量子場中。也許在你夢裡的一次回眸，一次微弱的熟悉感，就是他們在回應你。彭羅斯說過一句話：人類不是生物偶然，而是宇宙意識的一部分。當你意識到這一點，你會發現死亡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你沒活明白。意識不是大腦產物，而是宇宙信號。想象一個場景，你在醫院，心電圖拉成一條直線，機器停止運作，醫生嘆了口氣，可是就在同一瞬間，你看見了自己。你從天花板上看着那具身體，看見醫生慌亂的動作，看見自己家人哭，然後奇怪的事發生了，你聽見一種沒有聲音的聲音，像有人在你心裡說話，但又不是語言。那一刻，你感到寧靜、自由，甚至幸福。這不是虛構，全球超過13億人報告過類似的瀕死體驗，其中的描述高度一致。心理學家統計過，這些體驗中最常見的5個元素是出體、隧道、光、生命回顧、無條件的愛。5個符號跨越宗教、文化、語言。有趣的是，這種體驗的細節精確度遠超幻覺。幻覺是隨機模糊的，而瀕死體驗中的場景一致性太高，像是大家都看了同一部電影。科學家被逼急了，只能承認這不是幻覺，這是現象。那麼它背後的科學是什麼？這時量子物理登場了。量子世界的規律跟我們平常認知完全不同。粒子可以同時出現在2個地方，觀察本身會改變現實。一個電子可以糾纏在幾百萬公里之外的另一顆電子上，即使隔着宇宙也能瞬間響應。你有沒有發現，這些特徵就像意識，我們思考時的靈感突現，像粒子的瞬間躍遷，夢中與已故親人相遇，像跨維度糾纏，直覺、預感、déjà vu、似曾相識，都像量子信息在不同維度間的瞬間閃現。彭羅斯說，意識是宇宙底層的量子過程，不依附於物質。這句話改變了一切，這就解釋了一個古老的悖論：為什麼最先進的 AI 依然沒有自我意識？因為人工智能的計算邏輯是線性的，而意識的邏輯是量子疊加的。你看 AI 可以算出派到小数點後10000位，卻無法理解愛是什麼，因為愛不是數據，而是一種共振。彭羅斯認為，大腦的微管是量子共振腔，它像收音機那樣能接收宇宙中的量子信號，而這些信號就是意識的源頭。這意味着意識並不是大腦的產物，而是大腦的接收物。你不是在創造思想，而是在接收到思想。這聽起來很瘋狂，但科學界開始鬆口。2014年，英國曼徹斯特大學的實驗發現，大腦中的微管確實能產生量子震盪。2020年，加州大學團隊進一步指出，這種震盪與意識波動高度同步。他們甚至在冥想者的腦中觀察到微管的量子態變化。換句話說，冥想、祈禱、愛可能真的能改變量子層面的現實。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人在臨終時會回憶起整個人生？那不是幻覺，而是信息坍縮。彭羅斯解釋，當量子態坍縮時，所有波函數同時塌回原點，於是你的人生在那一瞬間以量子態回放。你會重新經歷愛、痛苦、遺憾、希望，因為那些情緒從來沒消失，它們被儲存在宇宙的信息場中。所以當有人說死後看到人生閃回，那可能真的是意識回歸前的一次整合。有人問，那我們能證明嗎？2018年，紐約大學的 Sam Parnia 醫生做了一項被稱為人類意識極限實驗的研究。他追蹤了超過2000位心臟驟停後被救回的人，
結果顯示有 39% 的人在死亡期間依然有意識體驗，他們聽見聲音，看到光，感覺到被吸入另一個空間。更誇張的是，有 7% 的人描述的現場細節與事實完全吻合，他們說出了醫生說的每一句話，聽到的音樂，甚至儀器聲，這些都發生在腦電圖為0的情況下。也就是說，意識不在腦裡，它是獨立存在的能量。那這些意識能去哪？科學家開始提出一個更瘋狂的可能性：高維空間。弦理論認為，宇宙可能有11個維度，我們能感知的只是4個：長、寬、高、時間。如果這是真的，那死亡可能就是意識從4維退回到11維的原態。那一刻，你從低維幻象中醒來，就像夢醒。聽到這裡，也許你開始懷疑人生了。沒錯，這正是科學最迷人的地方，它讓你重新定義現實。因為我們所謂的現實，也許只是一個巨大而複雜的投影。量子物理學家早就提出過一個震撼的假設：我們所處的世界可能是一個全息投影宇宙。你我看到的每一個物體，其實都是3維投影。真正的我們存在於更高維的信息場中，而意識可能就是那根連線。當身體死亡時，連線被拔出，但投影並沒有消失，它只是回到了源頭那個信息的母場。換句話說，死亡不是結束，而是重連。那我們能感應到那個母場嗎？答案是能。科學家在研究量子糾纏的時候，發現一個奇怪現象：當2顆粒子在量子層糾纏後，無論它們被分開多遠，即使一顆在地球，一顆在火星，它們依然能瞬間互相感應，沒有延遲，沒有信號，像是它們從未分開過。聽起來很熟悉，對吧？就像你和某個已經離開的親人，有時候你突然想起他，有時候你夢到他微笑，有时候空氣裡有一種莫名熟悉的感覺。這或許不是心理作用，而是意識的糾纏仍在繼續。這讓人想到一個台灣的故事：一位外科醫生長期在加護病房工作，他從不信靈魂，也不談宗教。但有一次，他搶救一個老婦人，在宣告死亡幾分鐘後，那位老婦人的孫女突然哭着說：“阿嬤剛才來跟我說，她不痛了。”醫生以為是幻覺，可就在那一刻，監控儀器突然亮了一下，病房內的溫度下降了2度，幾分鐘後又恢復正常，數據被完整記錄下來。這名醫生後來寫道：“我不再確定死亡的定義，我只知道某種東西離開了。”這就是彭羅斯理論最深的意義。它不是在講鬼魂，而是在說，生命的每一個瞬間都是宇宙意識的閃光。當你愛人、創作、哭泣、原諒，那些情緒都被量子信息編碼進宇宙，它們不會消失。你曾經的善意、恐懼、激情、後悔，全都還在某個量子層面存在，所以不存在徹底的死亡，存在的是能量的回歸。這不是宗教，是科學，而科學正在慢慢靠近靈魂。就像彭羅斯說的，我們理解宇宙的那一天，也許正是我們理解自己的那一刻。當你知道靈魂不滅，你還會害怕什麼？想象一下，你已經知道靈魂不會消失，你知道每一個念頭、每一個選擇都會在宇宙裡留下回聲，那你還會隨便浪費今天嗎？彭羅斯曾在一次訪談中被問到，如果意識真能延續，我們該怎麼活？他沉默了幾秒，只說了一句話：那你要對每一個念頭負責。聽起來簡單，卻像一把刀，因為這意味着你不是活在一個可以重來的世界，你是活在一個會被記錄的宇宙。如果靈魂是量子信息，那我們的思想、行為、情緒都在不斷上傳數據。每一次憤怒、怨恨、善良、愛都成為宇宙的能量波。有時候你覺得運氣變差、身體不順、關係破裂，那不是命運，那是頻率不匹配。當你長期停留在恐懼、焦慮、批判的頻率，你就在調低自己，於是你自然接收到更糟的現實。反過來，當你開始原諒、理解、感謝、給予，你的量子場開始升頻，你的意識開始對齊更高維的現實。科學上，這被稱為量子相干。通俗點講，你在決定自己要在哪個版本的現實裡活着。很多人以為命運是寫好的，但如果彭羅斯的理論是真的，那命運其實是共振出來的。台灣心理學家林文采曾說過一句話：你所相信的就是你將會遇到的。听起來像雞湯，但在量子層面，這是真的。因為觀察創造現實，
你怎樣看世界，世界就怎樣回應你。這也許是佛學裡講的念即業，也是現代物理學裡講的觀察者效應。科學與靈性最終在這一刻合流了。那麼死亡呢？它其實只是一場意識的切換，就像換頻道一樣，你從一個頻率跳到另一個頻率，身體這台機器關掉了，但信號還在，它會回到母體宇宙的意識海。你在那裡不再有痛，不再有時間，你會看見自己的每一個行為如何影響他人，感受到你曾帶來的傷害，也感受到你給予的愛。這不是懲罰，而是理解。因為意識回歸後，所有分離、恐懼、貪婪、爭鬥，全都化為一個詞，同一。但你我現在還在這個遊戲裡，我們被時間、肉體、身份困住，忘記自己其實是意識的延伸。可正因為這樣，活着才有意義。因為在這有限的時間裡，我們能選擇去愛、去體驗、去修正，不是為了來世，而是為了讓此刻的意識乾淨一點。乾淨的意識才能輕盈地回家。這時候問題變了，不是死後會怎樣，而是你此刻在震動什麼樣的頻率。你有沒有發現，有些人走進一個空間，整個氣氛就變了；有些人一開口，連空氣都柔軟了。那就是能量，不是玄學，是生物場與量子波動的共振。當你帶着愛、帶着平靜出現時，你就在調高整個空間的頻率。這能量會影響別人、植物、動物，甚至命運本身。這不是說正能量就能解決一切，而是你怎樣震動，你就怎樣存在。如果你現在正經歷痛苦、失去、哀傷，別急着逃，因為這些體驗也會被宇宙記錄。每一次哭泣，每一次崩潰，都是意識在學習人類這個遊戲的深度，它在積累理解。彭羅斯說，意識是宇宙的鏡子，人類是它的倒影。所以當你經歷痛苦時，宇宙也在通過你體驗有限的自己。你的存在是宇宙的學習。這時候死亡就不再可怕，它變成一種完成。當意識學會了這一生該學的東西，它就回家。這就是為什麼許多臨終病人在最後幾天突然變得安詳，他們好像知道要回去了。他們不再害怕，不再掙扎，只留下那句最簡單的話：謝謝。那不是終點，而是理解的開始。現在回頭看，從彭羅斯到弦理論，從量子糾纏到瀕死體驗，所有這些碎片拼成了一個結論：死亡不是消失，而是過渡。我們不是肉體裡被困的靈魂，而是靈魂穿着肉體體驗人生。所以當身體壞掉了，靈魂只是脫下了一件舊外套，它會回到光裡，再一次成為宇宙的一部分。那你呢？你準備好了嗎？準備好用心地活，勇敢的愛，在每一個當下創造屬於自己的意識痕跡。如果有一天你離開，宇宙會因為你震動過的那一瓶光而變得更完整一點。也許這就是生命的意義。所以今晚別去問死後去哪，問自己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我現在的靈魂還亮着嗎？如果還亮着，那你就已經在回家的路上。